在国际上我们的药剂算是蛮厉害的。那我们希望推广这项工艺，就第一个我们不希望它失传，第二个我们希望它能够比较完整的、完全没有保留的，然后全部呈现在这里。台湾仅此一家。哎，对，台湾仅此一家，因为这个门槛太高，太高。介绍一下，真的要好好宣传，迪化街来看一看。本来想说 AI 教父黄仁勋他有一个宁夏夜市的美食地图，那其中有一家就是这个台北老店，这个专门做蚵仔煎的，可惜他没有开。我也事前没有 check， 虽然蛮可惜的，但是我相信宁夏夜市这边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可以尝试，虽然不是在夜间，我们现在是午间，也可以探索一下。这边老店真的很多哦，动不动就是一些几十年的老店。但是要尝试这一家龙源，这个长凳让我想到小时候在外公家。四神汤也是我到台湾生活以后开始喝的。细细长长的，它加的是宽的。我的嘴巴都老爹来的时候要带他来喝一下试试。醋是加在这里，是搭到香菇小心肉跟炸针。喝完了，超饱。现在饱到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点这碗，我吃不下了。需要尝一下。不过这醋的确应该要加，还是要有酸味，特别是夏天，加一点醋味道。现在很饱，大家可以吃哦。吃饱喝足啦！那现在我要往大稻埕走，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冰品，还有一些点心吧。到了，就是吃两口的虾儿嘴，我们去吃两口吧。还要吗？看一下位置好。这它这么弹，好可爱哦！坐得好近哦，这边的位置好小。其实原满满的料哎。鼎台木哦，这应该是一种客家的铝制食品了嘛。然后这我是第一次吃，之前吃串冰的话，我的料不会选的那么丰富。很有嚼劲，冲着米粉的口感，但是很 Q。我第一次吃，我很难形容它的那个口感。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吃，本科我也是第一次吃，之前吃的话就比较简单，红豆、绿豆、花生、白玉。我今天觉得刨冰好像是我吃到最好吃的一种料，凉爽。今天来到大稻埕哦，刚才的虾凉嘴真的是好好吃哦，吃完真的神清气爽。虽然我知道吃冰的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台湾的空气真的是好潮湿、好闷热，真的必须吃上一碗冰，那一瞬间才觉得非常的爽快。今天来大稻埕呢，其实是我的一个小旅行啦，我的个人小旅行，因为先生也带两个孩子去公园玩溜滑梯了嘛，那我正好有一些个人的闲暇时间，可以来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小旅行。正好呢，我7月份要回上海嘛。所以呢，也可以顺便小逛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伴手礼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，走吧。这里有超多企业直带的，前面有一期和阿星的聊天，才头一回知道这风靡日本的台湾 LV 袋，而且这独树一帜的布料还延伸出手袋、小钱包，包袋款式是挺多的，只是花色还是千篇一律的很花呀。不过我看久好像也能看习惯，最后相中了这一款。我觉得买菜挺好。不过应该不常有人像我一样需要试杯的吧，否则镜子不会藏那么好了。它的花色跟制作之前就是并没
印好的这个布料吗？是被定制？定制可能没办法，它因为它布料一次要很大一卷哦，很大一卷，一次要好几十万个，它每次照一个颜色都会说就大量的生产。因为我好像看下来，好像发色都是不是这几种？那会慢慢的会有新的出来，增加了。我只是觉得说，如果说有一些文创的图案在上面，可能会很不一样。谢谢，拜拜。偶然发现，在穿越第一排的店面后面，还有不少隐藏小店。原来这里的2楼还有个书店呢。虽然现在网络资源发达，但是书店老板仍然希望透过纸质阅读，让大家更加了解东南亚的作家作品。没想到这边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头像。我用读书占你工作以外的时间。这边应该就是他们家的地址啦，在迪化街一段哦，但是实在太隐蔽了，还要绕进来，然后再走到2楼才能发现他们。具体就是在这里了，98号2楼。发现这是圣经的单张带领没有惧怕，就是一张卡片吗？光照在黑暗中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大家喜欢这句吗？这是马来西亚的印花红包袋，手绘出明信片。这本书在这个店里是最畅销的，图文并茂，是一位马来西亚的画家，可爱哦。虽然书店的空间不大，但这里偶尔也会举办讲座、新书发表会。是展示中，欢迎入内参观。一入门，只见他们租了小小的一个区域，却没想到成就了台湾第一。1851年，来自英国的湿版摄影，竟然是摄影的鼻祖技术。一切的摄影是要靠这个开始。也就是因为有这个以后，我们底片才有底片这个存在，那才能被大量做翻制的动作。不然以前来讲的话，它就是只有一张。那这个可以变成底片的话，它可以实际上它是很精致的，可以一直在复印出来。这就是所谓的摄影的前身。那一般慢慢演变到1851年是湿版，1880年是干版，到1900几年的时候才出现了底片。那这个其实这样一贯的历史，在台湾来讲是蛮抽象的。没有很完整的记录下来。独一无二的湿版摄影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第一个，它是纯银的，你可以看到银的光泽度。第二个，对，它拍在玻璃上面。可是我们把它反过来，在白色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一件事情产生，它变成底片，它实际上可以直接洗出照片。这个就是它洗出来的照片，这个也是古典技法，而且这个也是银的，它像画。那平常你放在家里的时候呢，你是当照片来看。而且你发觉到一件事情，它是很有立体程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感光之后已经堆叠在玻璃上面，堆叠是有高低之分。一般我们市面上平面照片很少能够呈现的。那为何现在就是说，其实他拍一张的成本还是不太低的？第一个，它完全手工，像工艺技术，你必须要学会的时候，可能你要花好几年。本身这个技艺就要好几年。对，你技艺就是你要很有耐心去把它完成，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尤其对现在年轻人来讲。他每一段都要练习，而且第二个呢，他所有的药剂配方必须来自于你自己配，他没有厂商卖给你。等于这项工艺是本来就没有厂商会卖这个药剂给你。那就算你买，你可以在国外买到这个药剂，可是基本上它有一个衰退期，这个药剂会变质的。那实际上这个药剂变质呢是3个月到6个月之间，所以你不断的要调配药剂，而且基本上那种药剂都一旦变质会影响它的质感，我们可以自己调配，我们可以自己生产。我们是采用所谓的替换式，我们是完全1个月推出一瓶，1个月推出一瓶，所以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药剂做最新鲜的处理，所以我们拍出来的东西呢也经过我们的第4代改良，所以你会发现到它是第一个，它是高银。
银的呈现度非常漂亮。第二个，它的感光很强。在古时候来讲，他可能拍一个人啊，要10秒到30秒不动，那是很辛苦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开发到第4代药镜了，我们感光度被我们提升了，瞬间就可以完成。所以说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你看猫狗，我们全部可以拍。在以前人来讲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以前很难拍哦。对，你必须把线制作成标本，10秒、30秒不动，对宠物来讲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也没有拍小孩子，小孩子也没办法拍。所以以前人拍的照片就像这样子，人像。他后面有撑一根棍子在他的头部，让他10到30秒不动，所以他的脸都很臭。你不用怪他，他们是不得已的情况，因为感光很慢。那我们现在是把很多药剂改良之后呢，那我们现在的感光呢会非常强大。那也就是说接近于所有的一般摄影，在国际上我们的药剂算是蛮厉害的。那我们希望推广这样工艺，就第一个我们不希望它失传，第二个我们希望它能够比较完整的、完全没有保留的，然后全部呈现在这里。台湾仅此一家。哎，对，台湾仅此一家，因为这个门槛太高，太高。介绍一下，真的要好好宣传，迪化街来看一看。它里面空间太小了，所以它都是在门口小马点餐，然后可以看到说窗户那边都只有1排人可以坐，感觉连从后面挤过去的空间都没有。个人时间 over， 现在要马不停蹄的去找宝贝们了，再买个鸡蛋糕讨好他们。我家的有点像，我家老大现在2岁9个月，然后二宝现在1岁1个月，他们差1岁8个月。对啊，我们这也差不多，差1岁半。老板，您这个模具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我们是好看、好吃又好健康。真的。我们蛋糕不含任何人工添加物，泡打粉、香精都没有，小朋友可以放心吃。我女儿4个月就吃了。真的啊？对啊，因为我的原料真的太天然，而且用很好。哦，好。连鸡蛋都是人道福利蛋。谢谢。拜拜喽。拜拜。好可爱，太累了。是刷卡，没有收现金哦。我们只有信用卡或悠游卡结账。那这个爱心到外面窗口换哦，谢谢。第一次碰到一家店是不收现金的，在台湾台北，真的我觉得很稀奇，知道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西兰红茶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一直被烫到，各种烫到。它外面那一层好像是威化饼干的那种口感，然后它店内好像专门卖红豆馅。我只能说3个字：甜蜜蜜。怪不得要配一杯西兰红茶。这么美好悠闲的时刻，我怎么可以在家里剪影片呢？就是应该坐在这个路边吃着美食，看着街景，在我们影片的最后，再喝一杯西兰红茶。其实大稻埕真的跟我们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本来以为就是每次要买年货的时候就来大稻埕。
但后来发现，其实大稻埕它延伸出去的这些角角落落里面有那么多可爱的小店，很值得一个人的闲暇下午过来逛一下。啊，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！哥哥，